底是什么力量在支撑着他？好想见到你，真的很想。现在，无数势力都在盯着我们。主人，成功了！因我经常盘坐于山峰，故而宇宙中众多存在唤我为座山客。我为你准备了2大至宝，星辰塔是一件，而另一件名为解甲。你虽未亲眼见到，但与他也算有几分机缘。解甲是老师为你打造的专属战甲，拥有孕育子体的能力。你在外界所见之兵甲、将甲、王甲，乃至更高一级的皇甲，都是解甲孕育而生，是足以让宇宙之主眼热的至宝。原来我早已接触到解甲的子体。或许我能先后获得兵、将、王3甲，并非出于机缘巧合。老师如此厚爱，三师弟，你可有什么表示？多谢老师栽培。不过，要驱动解甲需1亿倍借助之力，以你的实力还无法使用。眼下我将它存放于焰神族中。由你2师兄暂为保管。放心，我也另外备下了你眼下便可使用的宝物。元魂，我赠予你2师兄的至宝。也可孕育子体。我这是不同维度之间的宇宙弦。你所见之物正是元魂孕育而出的兵、将、王、皇4魂，乃培育灵魂的至宝，对你地球一脉大有助益。地球一脉，焰神族天生资质极高，是天生的武者。你2师兄焰帝便是其中翘楚，但灵魂方面却较为平常。老师为补足灵魂方面的缺憾，才有了地球一脉。原来地球一脉是为此而诞生的。你2师兄拥有元魂本体便已足够，而剩下的100万子体，你可撷取部分，剩下的就提供给地球一脉。未来你成为超级强者，在你的保护、引导、养育下，自然能成为一个强大族群。使命于此，便看我不懈努力。除此之外，还有最后一件宝物，随我来。这速度显然已经超越了光速，却没有进入暗宇宙。前方景象全清晰可见。很惊讶，老师乃宇宙最强者之一，已然能做到言出法随。
老师说，无数生灵寿命到尽头该陨落，便是无数强者陨落。老师说，恒星该消逝，行星该释放无尽光芒，那就会如此。老师说，极限速度不再是光速，而是10倍光速。那在这区域内，就能达到10倍光速。你可知远处的九玄星云为何而存在？弟子不知。这是星辰塔在主动吸纳宇宙能量，以维持自身消耗。你无法提供巨额的能量，也就无法完整驱动它。所以星辰塔还需留存于此。作为替代，你可使用此物。此物名为星辰图，可容纳巨量阵风星辰。我先置入100颗，待你修炼有成，塔内另有16135颗闲置的阵风星辰，可一并融入图卷中。各族蜂王竞相争夺的阵风星辰，如今竟汇总在我面前一幅图卷之中。阵风星辰将司天一爪的招式架构成型了。看来星辰图能将我所想到的任何战斗秘法灌入其中，这绝对是精神念师的至宝。如今你有星辰图傍身，降魂护体，只差最后一剑，此剑之事便已了结。这是，脑中似乎浮现了3处宇宙坐标，还有9节秘典残片的影子。9节秘典共有5块，你还需搜集的剩余3块，分散在3处危险之地。你需分别在戒主、不朽、宇宙尊者阶段各取1块。等你得到完整秘典之时，距离你驱动星辰塔便不远矣。明白。我历经无数纪元，往事如风一般渐行渐远，但是我会记住此刻。弟子定当努力，带领地球一脉屹立于宇宙强者之林。师弟既已完成任主，我的任务便已完成。师兄也要走，今后这座星辰塔便交由你管理。我也可以前往他处游历了。对了，此前我因认主考验的压力，无法分出意识来进入虚拟宇宙。如今6000年过去，家里人肯定急坏了。爸，近来有几名家族成员。我近来在域外战场搜集。你还在域外战场吗？我的家族聚餐。我见过一位见宇宙兄弟，大喜事，都是你的。有空回雨香山。我是见完你的家人，非征见你府通天桥。大家，阿峰，3000多年了，你到底去哪儿了？风，我现在在北化星域的一颗边远的星球，景色很优美，只是感觉太过冷清。风，罗斯家族前来一直不安分，但你放心，我一定会为罗家争取。
我们从出生至今不过1万余年，而在星辰塔的6000年，却将我们生生隔绝半生之久。我只有通过邮件，才能窥见他孤独岁月里的一角。这份窥见，我要穷尽我的一生去弥补。阿峰，你在哪里？我好想你。乐平，爸，是不是压力太大了？爸，只要你能回来，这都不算什么。我们罗家的人口规模已扩张到上万颗生命星球的体量。有你坐镇的时候，尚可经营。可是爸，你消失太久，陨落的谣言四起，各势力蠢蠢欲动，想着瓜分罗家地盘。是我来晚了，你妈呢？他正在和罗斯家族的代表谈判。他们家族仗着家主乃是封王不朽，在生意上频频与我们发生摩擦。1年前，我罗家子弟为保护仆从，杀死了罗斯家族1名成员。他们借机将事态升级，向我们追讨赔偿。他们现在找我妈谈判，正是为了此事。区区封王不朽初阶也敢如此张狂，真是自寻死路。罗夫人，谈判已经进行到第7天，这是最后一天。若再没个结果，我们罗斯家族将会……老大，老大，没想到罗斯家族的代表竟然是你。接下来就交给我们。趁我不再玩阴的，是嫌自己命太长吗？我们只是在商讨解决方案，希望您不要让两家走向完全对立。还敢嘴硬！叫他重连虚拟宇宙，不然下次死的就是他现实里的本体。你们所做的一切，无非是在逼我现身，借此试探我是否真的陨落。有我在，你们的实力远不足以与罗家平起平坐。这场谈判也没有必要了吧？告诉你们的家主践踏王，罗斯家族种种行径，若不给我一个完美答复，我不介意让他陨落，让整个罗斯家族消失，也包括你们黑龙山皇族。布洛林，回答呢？是。我们走吧。陪完许昕后，我先去向混沌城主报告6000年来的修炼历程。混沌城主表示，等我闯过界主级原始通天山，他就安排鸿蒙，让我再以罗峰的身份加入。如此，我一人就可拥有2个鸿蒙名额。
随后，我买下300多万混元的酒，带给真眼王老师。正在我们畅饮欢谈之际，却收到了践踏王的讯息。他声称要亲自登门请罪。他纵容手下为难罗家，哪怕他将姿态放得再低，此事也不可能结果。我要求他们赔偿99%的资产，并将所有涉事人员交由罗家处置。待各项事宜处理完毕，我终于能和家人一起吃上一顿团圆饭。6000年前，俺传音警告过虚武王提防天震王，可他还是在妖族阵营的围攻下陨落了。这些年里，俺用真身化名为山吼王，进行多方勘查，发现天震王队友遭袭身亡的事情发生了不止一次。只是天震王每次都处理得很干净，当事人几乎无一生还，没人发现他的真面目。就会使下下作诡计。他既然惹上了我，便没有侥幸逃生的可能。星辰塔，搜索塔内所有人类不朽，找出此人。目前塔内共计359名人类不朽，并无与此人体貌特征相同者。没有。搜索之前的记录。根据记录，符合该特征的人类已在1800年前离开。主人，现在该怎么办？那天震王毕竟是鸿蒙中的一员，届时我找星幻王打听一下，自然能找到他的行踪。不过在这之前，为了确保对阵天震王之事万无一失，还需先扩充战力。俺们要去找谁帮忙？塔内的各族不朽。一场大型狩猎即将开始。为与灵魂攻击渐长的天震王一战做准备，我将目标聚焦于封王巅峰以上的灵魂类大师，开始了试炼。同时，探索星辰图的威能。在几次失败后，终于成功降服了第1位强者。有了炼心王加入，
捕猎的成功率大幅提升。之后1个多月，我的仆从快速增长到9名，而刀河王灭杀无数异族的威名很快传播开来，却也因此引来了更多野心勃勃的觊觎者。9人中，炼心王灵魂能力最强，重建王之前赐予了子忠。覆水王根据战斗风格最适合新获得的重宝冰魂丝王，这3人可成为我麾下主力。杨，我查到了天阵王的坐标位置，在第7战场中最危险的双子玄域。刀河王，我就知道你若不死，后患无穷。没想到仅仅6000年，你会变得如此可怕。啊，瞬移、覆水王、炼心王、山海王，都是凤凰极限。这3人不好惹，我们走。想走？呜呼！全力以赴，杀光他们！覆水之海，被覆水笼罩会极大程度影响我方行动。赶紧冲出去！冰魂丝王。先解决覆水王。子忠可不只有防御，让那家伙尝尝他真正的厉害。魔音火神钟。就仿佛极限遇到了沸水，挡都挡不住，只剩下33%神奇了。我遭到异族小队攻击，他们有重宝，快来救我！道河王果然
然是你，天阵王！不，你休想！主人，异族呢？已经空间封锁，这么短时间，他们走不了。搜索。发现隐匿信号。好强，是凤凰极限！你们竟敢攻击盟友！是刀河王，天阵王也在。我拼尽全力救下天阵王，结果却遭自己人攻击。误会，我们不知是刀河王先一步赶来。对，这件事弄错了，我们还以为是一组小队隐匿在那儿。既然天阵王没事，我们就归队。还不撤掉空间封锁？等等，各位，我向军队系统发讯，猜我发现了什么？刀河王已不在军队系统内，他退役了。他们惊人财富，也就是我们可以。刀河王拼命救我，你们竟想图谋他财物？天阵王，你还是让开的好。天阵王，你暂且休息，一切交给我。刀河王虽然退役，可怎么说也是我人类强者。听说他实力本身也就凤凰巅峰，可竟然能大肆屠戮那么多强者，肯定有重宝。有趣。在场的鸿蒙成员不会不顾道义，鸿蒙不插手，可我们不是鸿蒙的，动手！黑人死吧！很好。就这点实力也敢觊觎至宝？好强的空间波动！什么？去死吧！杀他！明月错。想杀我？做梦吗？四天一掌！可恶！只瞬间就被侵蚀了35%的身体。死吧，刀河王！好快，事不予以避过这一劫。一线边影。
迎接我一离手剑，你有些能耐。七剑王这等强者，我也早想与你一试身手。好。来。王剑力无匹，完全力压刀河王。可速度上，刀河王也丝毫不输。他本就远程攻击，就算七剑王真犯难，也不能奈他如何。一旦动起真格，8颗星辰竟只能勉强影响七剑王的剑速。看来我还不是这一级别强者的对手。七剑王果然厉害，佩服。先走一步了，凭你也想打我的主意，不自量力！刀河王，我会回来报仇的。速度惊人，力量不俗，能让我动用武剑。刀河王的实力，有资格拥有重装。七剑王承认刀河王实力了，确实可怕。他这速度谁比得上？今后还是别招惹刀河王的好。刀河王有这么强吗？见到他我们都得绕着走。怎么感觉比七剑王还厉害？小心点，别惹了刀河王。宁与七剑命运，不与刀河的传言不胫而走。就知道你不简单。刀河王的事迹迅速在域外战场传开，但无论传得如何沸沸扬扬，我以回归罗峰的身份，继续静心修炼。我计划先闯过界主级元始通天山，通过之后，我便能以罗峰之名进入鸿蒙。接下来就是闯通天桥20层。听闻闯过20层的人，法则感悟可堪比封王无敌。让我要看看，以界主之身挑战会有什么结果。罗峰刚闯过通天山，竟然又一口气闯到了通天桥20层，与他的老师睁眼王处于同一层数。本以为闯进元始空域能与他拉近距离，但没想到距离更大了。
超越过去的自己，便不负当初的努力。我们一起加油！混沌城主发来邮件说，你能以罗峰的身份进入鸿蒙了。不过，他也在反复警告，不可对外暴露，你就是刀河王。老师思虑确实周全，我的身份一旦公开，大概率会被异族视为威胁，进而花费巨大代价来刺杀我。座山客老师之前为我提供了3处金属板坐标，其中1处在借助阶段便可前往。为避免在应对异族时陷入被动，搜集第3块金属板的事该提上日程了。但在之前，我要先回地球一趟。有移民飞船接近。这里是地球，外来者，请表明身份。主人，他们怎会不认得你这个地球领主？爸，你看看，那些移民简直无法无天。之前我回地球，他们还以调查身份的名义关我大半天，明明就是给我个下马威。打住，别给爸增加负担。是谁给你们的权限？告诉你，地球的防卫控制权早就由当地移民总部接管了。当初合同里写明会确保地球人拥有1半控制权，想不到在我离开的6000多年，权力会被侵蚀到这种程度。滚！罗峰殿下，为什么把我们赶出来？你们无权把我们赶出来！你这是仗势欺人！这里暂时被征用了。我离开这里太久，才会导致移民肆无忌惮涌入地球居民领地。我知道你们移民总局看得到，记住，你们的主权范围仅限于海域，地球各大陆，你们休想染指。这罗峰也太过嚣张，简直不把我们移民总局放在眼里。主人，别生气。罗峰是混沌城主亲传弟子，早前他生死未明，我们尚可自由行事，但现在必须有所收敛。那又如何？移民到地球的多半是人类5大势力的精英，其中也不乏宇宙之主的家族子弟。他再手眼通天，
也动摇不了我们的根基。哼！这股气息，连封王不朽的我都感到心悸。这到底……不朽级的千藤实心草，其实力恐怕不亚于封王极限强者。自此刻起，所有外星移民和地球居民均禁止踏足对方管辖区域，仍滞留于对方领地者，限于12个宇宙时内撤离。若有违反者，一律击杀。限制双方，实则针对移民。哼，罗峰也就是虚张声势，他没有限制移民总局的权限。罗峰没有，但混沌城主有。这是混沌城主刚下达的命令。你又能怎样？我不信罗峰真要把事情做正确。小心，可别闯过边界，不然下场就和这些抗拒执法的移民一样。即便2位是移民总局高层，也不例外。罗峰，你这是对所有移民的威胁，你得想死于千藤实心草之手，还是死于我属下之手？若不然，便赶紧离开。罗峰殿下，接力王言语无状，还请见谅。我们这就离开。有千藤实心草，外星移民你不敢轻易进犯地球人领地，我也可以放心离开地球。这艘在星辰塔收缴的生物飞船，更便于隐藏身份，而且它最高可达80倍光速，可以更快到达金属板所在处。这下连雨墨星号都能淘汰换掉了。胡元博老师的传承之恩，我从来没有忘记过。而且，以我如今取得的传承和至宝，去为他复仇，不是更有把握？寻找金属板的事可以暂缓，告诉我，杀死老师的是谁？若不是我把你们从血魔王那里要过来，你们早就成血魔试炼下的冤魂了。博我一笑作为报答，不过分吧？就
就是这种声音。再叫大声点儿！魔兽王，肆意凌虐仆从，毫不逍遥。大人，你我素昧平生，不知何处得罪了您，还请大人明示。